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加里奥绝活哥的一个兑现情况。这个版本呢，加里奥来到了一个重做，也不算大重做，这算是调整吧。我们先来说一下他的技能调整。现在呢，他的技能调整就是被动。可以通过平 A 敌人，比如说英雄或者史诗野怪，来减少那个技能的 CD， 就是那个平 A 技能的 CD。然后呢 ，Q 技能的那个 CD 好像是变短了，现在。这两个得到加强的情况下呢，然后来了2技能。现在是什么？提供护盾，但是呢，没办法再对小兵造成一个伤害和嘲讽，现在只能对敌方英雄造成那个嘲讽效果，然后范围也扩大了，也是这方面也是一个增强。所以像现在资源的话，落地，比如说你大招资源落地 W 的一个范围还是很大的。然后其次就是他的E技能的话，还是跟之前一样，撞击小兵后会有伤害，也会有个击飞效果，但只有命中那个敌方英雄的时候，才能打断你的 E 的那个距离。你 E 到那个野怪那些的时候也不会打断，这个还是跟之前差不多。像这里没蓝但就只能靠技能稍微消耗一下，要收个人头。这个版本的加里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练一下，然后等待下个版本那个装备的一个调整，可能会有个加强。说实话，现在的话，它第一件就是出那个无限法球，这件装备毕竟升级为光明装备以后，增加的那个装备词条确实蛮不错的，可以在帮助队友的情况下，就是在造成伤害后有那种雷击效果，范围性的，可以更好的收割人头，或者说团战的时候帮队友打伤害什么的。现在的话，满级的 Q 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应该是4到5秒这个之间内，这里直接飞过来帮队友吃一个助攻也爽。然后其他的话就没什么了，就 Q 技能4到5秒，所以像现在的话，加里奥后期不会那么尴尬，就 Q 完以后不知道该干嘛，他很快的就能叠下一个 Q。这里面的话，第2件直接选择出破盾，也是现在的护盾英雄太多了，给到盾那些的。第3件为什么选择出那个那个什么杀人书呢？因为现在加里奥其实你会发现，他其实就是单纯的中期乏力，就是他支援队友嘛，他发育的很强，但他的伤害还是那样子，因为他的那个之前就是那样子，就是持续伤害不够。就一套的打，现在的话就是也算是一套的，但是 CD 变短了。其次他的2技能的 CD 是加强了的，就是他那个2技能控制 CD 变长了，但它的范围变大了，也有护盾效果嘛，就刚刚你看到那个圈圈就是护盾效果。
E 和 Q 的 CD 好像都是变短了的。然后为什么选择出杀人书呢？其实他叠杀人书很简单，就算他去边带，他给个大招进场，然后对方肯定会往后退，你就可以先消耗。你千万不要玩家聊，千万不要先一进场，一进场的话，你就可能先集火的就是你了。尽量用 W Q 消耗，用 W 进场，然后打一个，你看没有？这里面是选择 W 落地以后 W QW， 或者说直接 W， 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控制。然后去靠助攻，然后或者说慢慢捡人头去捡杀人书。虽然说有混的感觉哈，但这样子的话，你后期其实伤害不低的。你后期一个 Q， 对面的射手也是掉1/3的血量。而且其实你是有加里奥在法师里面也算是比较没那么容易死的，不像小法这些。小法的话，这个版本其实就是出肉就行了，它被动叠太快了，完全就可以抵得过一件大帽，所以有点说偏题了啊。但加里奥在普通正常法师里面，他没那么容易挂，只要你玩得好的话，所以他就可以一直混人头，一直混人头，混到后面，只要你的杀人数叠够15层，那你就是一件大帽，然后再配合后面，你可以选择出大帽，也可以出其他了。这里面的话，我是给他补了个大帽，但我也不确定绝后哥是喜欢出什么，因为他没有出到第5件。然后第2件的话，鬼书肯定还是得补的，而且，哎呦，这里吃到了那个对面金克斯的大招，其实不该再回头杀了。这里面金克斯还好，伤害不是特别高。这里卡萨要出事了，完全是碰不到的，没必要这样去碰。但送了金克斯3个人头，然后就是杀人书的话，可以给加里奥提供很好的移速。为什么呢？他每叠10层就可以获得一次那个10%的移速，30层的话就是30，但一般是20几层了，30层估计也就是后期的了。那这20%的移速已经是很爽了。这里面的话，前期伤害是不够的，是完全不够。现在的加里奥前期伤害根本没有，所以他就只能说通过资源去获得叠杀人书。一定要，现在杀人书对于一些劣势的英雄，其实就是有点怎么说呢，百中百吧。就是我出杀人书，我要混得起来，那我就有伤害；我混不起来，那这局估计也就那样了。或者靠队友，对吧？但还好，加里奥其实偏功能性，但能打好的话，其实他伤害不低。特别是现在可以就是平 A 敌方英雄可以减少平 A 那个被动的 CD 的时候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面一套拉扯。对面残血以后，竟然有反杀可以杀他的那种机会，但想追击的话还是比较困难。这里给大招小小的位置直接收掉，这里一闪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加里奥的话，就是有个一闪这个效果。像端游以前是有个 W 闪，但后来取消了，因为 W 闪的话太强了。就是以前是，比如说你扩圈以后，缩圈的那个时间内，就是嘲讽缩圈的，它是有个施法过程的，然后瞬间闪到敌方身边，那时候的 W 闪。
加里奥我觉得吧，就比较适合新手项，特别是这次改版以后更新手项。这里的话，小龙刷新了，找个机会消耗一下对面的打野。这里大招，但出事了。那个鳄鱼上去的太早了，其实应该是等寡妇把人头，把小龙收掉以后，往这边靠的时候再往前上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局也不亏了，伤害全部集火在射手跟那个上单上了。像加里奥的翼闪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操作，但得有一点点的熟练度才行，不然的话很容易闪过头。一闪是一定要闪到对方英雄附近，这身边或身体接触到敌方的那个英雄才能有这个效果，不然的话有时候会闪过头。这种就是对距离的把控。这里 W 控住，把一套往后拉，一定不要上去就是各种平 A 让对面砍，因为加里奥你说他肉嘛，确实在射手法师里面算肉，但是说他有多肉嘛，没有，脆的要死，一集火就是死的。像中期它的乏力期就是直接可以通过三输进行一个弥补，但这里面的话优势局，所以的话问题倒不大。像这种情况下，你就千万不要意进塔里面说去
长塔要 W， 完全就是送人头，而是让队友吃到对面的那个什么伤害以后，或者说被动，就是说吃到控制以后，对面想突进的时候，你的 W 就可以拿来作为一个防守方的一个那个什么技能，反手打个反手什么的。这里的话有个 E 啊，有个那个钩爪可以拉到队友附近，但还是没有救下鳄鱼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一局就轻松拿下了。欢迎大家的收看啦，拜拜。